有一个政党叫彭家泰，他就推广大麻合法，哇，在华人街的那个热闹的地方摆着卖啊，他已经合法不算毒品了。其实大麻这个就跟鸦片一样的，用在药用的话就是好药，你上瘾了就没什么都不管了。Feeling okay. I thought that space and time went back and forth and sideways. I'm putting out fires all over the place. I guess it knocked me sideways. Oh, she made me go. Uppercase and underline. We are as prickly as a couple of porcupines. I'm putting out fires all over the place. Pick a letter lower down the alphabet. Oh, she made me go. .谢谢，我应该咋说？卡库卡是吧？卡啊，卡普卡啊，卡普卡卡普库哦，卡普卡啊，这一碗粉，咱们这泰国大保健就开始了。今儿吃这碗粉的地方很不一样啊，我们今儿是在金三角啊，它是在现在是老挝的一个特区啊，这上面是。这拆骨肉啊，鱼丸、肉臊子、小葱，下面是这个米粉，喝口汤是，哇，哎呀，来这边吃饭吧，它就是它一口汤进去之后，它是那种甜鲜口的，它带个甜味儿，啊，我再加点辣椒。在这边吃饭，它是一筐子调料，你都不敢随便加，我就弄点这个油辣子就行。饭，你别觉得好在这上来一碗是红的，它就是辣的，不是，你一喝它是甜的。那拌点辣椒试一口啊。哦，辣椒好辣，这米粉啊，它煮的超烂超软，就它没有那种 Q 弹的口感，你入口之后马上就化了那种。这个拆骨肉啊，肉吃还很香，还有再有它那种特有的香料味儿，其实这吃起来跟咱云南那粉很像啊。为啥咱这泰国大保健要从金三角开始呢？这大家手边有地图的可以看一眼，这个金三角这个地区，它旁边啥呀？泰国、缅甸、老挝。当年这个金三角啊，那可是毒品泛滥，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毒窝之一啊。那其实早年呢，这金三角它不是种毒品的，像鸦片这些的，你去查历史，鸦片起源于哪？起源于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然后从阿拉伯世界开始这个发酵的。为啥这地方成了大毒窝？是1825年的时候，英国人到这儿了，发现这地方气候适合种大麻，然后呢想卖到中国去。那中国不乐意啊，英国就把缅甸给打下来了，把佤邦并到缅甸，欺负清政府，所以后来鸦片战争开始。就时至今日啊，尤其是这个湄公河行动之后，金三角地区基本上就被打掉了。但是你要说100%没有吧，那不可能。说原来啊，像我吃这碗粉的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桌子上吃粉啊，原来这粉里面，它就明目张胆的这里面都有罂粟壳。现在因为这个打掉之后，它整个配方什么全都改了。这为啥我知道这事儿呢？就是我们这次啊泰国大保健的啊这个向导阿柱同学啊，阿柱
而且当年他在这儿吃粉的时候，咔掏出罂粟壳来，见怪不怪，接着吃了，是吧？对，那会儿都是这样的。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汤里不加罂粟壳了？ ดอกฝิ่นมันหมดกำลังหาอยู่ อ๋อหมดเหรอหาไม่ได้เหรอช่วงนี้ หาไม่ได้กำลังจะหาอีกอาทิตย์เดียวของเพื่อน 哦，就还可以再往里加。 จะใส่ข้างในอยู่แต่ตอนคือมาเนี่ยมันหมุนๆนะมันไม่ละเอียดแล้วเราก็ทำให้มันละเอียดแล้วใส่นิดหน่อยนิดหน่อย อ๋อใช่ วัน ใช่ นั้นมีเยอะปีเป็นลูกก็ลงเป็นลูก 不是，那这个东西现在不是禁毒吗？不是违法的吗？现在还能放吗？ ผิดกฎหมาย แต่เราก็ใส่ แต่ว่าใส่นิดหน่อยไม่เป็นไร อ๋อ ไม่ต้องให้คนไหนรู้แต่เฉพาะไกลนี่ไง 一般哦，他都不对外说的我操，出汗了 แต่。เฉพาะไกลนี่ไง 才知哦道，这个所以你看，咱们来这吃东西啊，真的得问清楚啊。 เมื่อก่อนเนี่ย 就是中泰互免了嘛。然后我们现在来泰国，包括从泰国到金三角这边都很方便，老挝也方便。来这吃饭一定要小心，一定得问清楚。这金三角啊，现在它就成了一个老挝的一个特区，让咱一个中国人给租下来了，租期99年，哎，在这儿搞这个特区呢，开始搞这个赌场啊，搞这个旅游文化呀。周边当年种大麻、种毒品的这些农民呢，就开始引导什么种咖啡啊，哎，改种这个经济作物。所以这个历史就这么一段变化。你们是真的茶颜悦色吗？真的呀。哇，我北京都没有，在金三角有。天哪，我要幽兰拿铁是那啥的吧？哎，你这个钱是人民币是吧？这个钱是，不是北京都没有，然后在金三角找到了。你是中国来的吗？我跟你说，简直了，真的就是，我不是专业的，但我喝过，这幽兰拿铁喝的，我觉得就是那个味儿啊，我简直了。然后就是你走到金三角特区，你现在你会惊到，我吓一跳。你看我后面这蓝牌子就是中国开过来的车，因为咱们现在公路已经通过来了。然后现在整个周边啊，川派小吃，什么张亮麻辣烫啊，这全都是就满大街都是中国字儿。但是这里打工工作了好多也都是当地的这个老挝人，你会觉得，就那种感受，你知道吗？就是像过去的时候，这英国人在这儿是种了大麻，他们四处祸害。到现在，像咱们现在在这个金三角的特区是租了99年，是个中国商人租下来的。据说后面还要再延，可能延到300年。这个信息我没有求证，我是当地人告诉我的。但是咱们真的是在建设这里啊，而且带动了就业，而且还在用中国现在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带动周边国家的这样的执法。所以这里都在一点点变化着，哇，真的不一样！我天哪！我们从这金三角啊过了河，就一撇腿儿，现在就到泰国了。我们现在站在的就是泰国的北部。你看这个金三角这个图啊，你看这就很明了，就是这边是老挝啊，就是那边啊，就是刚才我们在的地方。这边是缅甸，看到就红房子那儿啊，然后这边是泰国。这条河往右边拐的宽的这个河就是湄公河。就当年湄公河惨案的时候，咱们那个船员就是从这儿往上走，然后碰上诺康，发生了湄公河惨案。
就当年啊，整个这一片，你放眼望去啊，全都是种这个鸦片的。然后现在呢，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观。就这个小艇，基本上现在是在这3岸之间来回服务大家去赌场的。为什么呢？因为那边啊，咱们去的这个金三角线这个特区里面是赌场，看到远处了吗？就那边缅甸那边红房子那边也是赌场，就是原来是赌啊，现在基本上都改成赌了啊。它这小艇就来回这么跑着，来回拉人，就非常快的就到那边去了。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再往那边走，就等于是一路南下了，我们就要奔着清迈去了。然后今天往那儿走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泰北地区非常的不一样。它不一样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支军队叫泰北孤军，那么他们当年是从我们的西南边境啊一路逃到缅甸、泰国这边的。周围的人他们很多都是说云南话，都是说汉语的。还可以看到什么？还可以看到很多人现在开始种大麻了。那大麻去罪化之后，在泰国的影响和变化是什么？还有就是泰国当地人他们是如何持枪的，枪支是怎么管理？这些可能都跟我们对泰国的刻板印象不太一样，我去看看就知道。你看我看不出我背着枪是吧？啊，这你也看不出是泰国人啊，你看不出是泰国人，一看就是中国人了吗？等一下我讲给你，一看是中国人的痛苦之处啊。痛苦大陆也不认我，大陆不台湾也认不认我。啊，大陆、台湾都。但我是泰国人，不给我签证这个。因为你妈的，我在泰国，我必须要用泰国字啊。啊，所以您是泰国护照。用泰国字身份啊。啊。因为我公公当打仗啊。啊，您的父亲父辈是？我公公，你公祖辈。祖辈啊，祖辈是。在这里是，我儿子，我孙子5代人。5代人啊。我祖父，我父亲，我儿子，我孙子。啊，那等于您祖辈是孤军那位。93师的，93师的哦，干败仗的，干败仗的。哎，你好，哎，您家高寿啊？晓不得？哦，搞不成啊！搞不成啊？嗯。啊，那我以前有100多个，现在剩3、4个了。3、4到20岁那不想啥了哎，哭了。这啥？流眼泪了。哦。公公好。好。公公好，公公叫蒋金发，给。对。对。哇。公公今年多大年纪了？啊。我属猴。他属猴。属猴啊？啊。来这边栽了几年了？40多年了。来这边栽了40多年了。哦，我自己芭蕉叶做家。以前住的地方都很困难，都是用芭蕉叶的嘛。哦，你住这儿。你在这儿住了40多年了。我这个不着家，这个肯定得看后悔。他说那时候如果没有留下这些照片，已经把自己的朋友都忘了。大桥在这个地方，芭蕉叶作家。那您在这边靠什么生活呀？在这边因为自己照顾。就总会托付自己来照顾啊。还有我们村庄里面的。为啥不回台湾？我们来结过一次呢，我们在讲了，他们讲让我上个南爬，去看看，这最下面比较乱，这个再下来3天，我们就再过去台湾了，来批了3天。今日再过去台湾要结个多少？
也不讲啊，人家不通知，人家也不通知不知道啊，谁也不知道了嘛，后悔吧？可后悔啊！啊，后悔了。老家是哪的呢？镇康县镇康。云南哦，省，云南。村子在米阿山。米阿山。阿山，我的家乡很远，在中国。那军长在请来商量啊，咱们来，军长来了1-2个月，军长就派他们过来泰国了嘛，就问说，辽公去泰国去，怎么打不下来？来帮忙把辽公打好在没有问题，3个月不到2个半月就溜出来，就清晰了。那个做毒品是必须要去做，因为贫穷比死掉还难过啊。人家看不起你啊，这别上啊。怎么个做法我爸就不做了，我也不做啊。我儿子哪个做儿子做，哪个去印毒贩毒的话，就不要教我了吧。那会儿是怎么做呀？我不给做，我们家不需要再做毒品了。就是那会儿93军做毒品的人是怎么做呀？以前啊，啊，哦，来慢慢坐聊，哦，聊2天3天都聊不完。我只是聊我家的哈，别人我不管。哦，好的，不打人家玻璃啊。喝茶。好，谢谢。这是也是大陆茶。以前那个COVID-19，这个什么中国话叫什么仪？COVID 那个新冠。新冠不来的时候，我每年要进去2次。哦。我出生在缅甸，成长在泰国。OK。我从缅甸来泰国的时候，我有11岁。正宗的三个国家的语言我就会了，还有少数民族的7、8种。哦，您老家是哪？四川呢？刚才叫你四川呢。哦，四川的。哦。四川攀枝花呢？我曾祖父从四川到云南娶到我曾祖母。我曾祖母是云南人。结好婚后，我奶奶生到6个子女了。就去打日本人，出去打日本人去了10年啊，不回家。这地方原来的时候，这个毒品泛滥就是很猖獗的时候，那是啥样？那个张其富有听说过吗？谁？世界大毒枭啊，昆沙啊，昆沙昆沙有2匹马的时候，我家的我公公的坐骑那个马呢，我家就有70匹了。他要驮两垛烟。没办法，只可以印1垛烟跟驮他的1垛伙食费，伙食是不是？为了要印2垛烟，跟我公公商量，黄叔，我想驮2垛烟下去，但是我没有吃饭的地方了。我跟你们家的锅口，我们叫马帮叫锅开锅，就是大锅的锅。我跟你家的锅口下泰国来可以吗？我公公答应他很聪明啊，张昆沙很聪明。他爸爸是汉人嘛，他妈是傣族，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流落在泰缅辽很多的傣族，他就说我们傣族应该成立国家，他就拉关系吧，就一下就发了，变成世界大毒枭。
我在这里看到我们村里边所有做毒品发财的，后代没有一个好下场。因为你是赚到大钱，但是去全世界你去坑了多少个家庭啊？对，几亿户啊，不是几千户、几万户都不是，是几亿户啊！那送到美国，送到哪里？对，欧亚2大洲什么欧洲、澳洲什么都去。我们从北啊，这一路向南啊，到这个热水塘村这边之后，其实想带大家看一看这个大麻田。是为啥呢？因为大麻这种毒品在我们的认知内是绝对禁忌的，但是它在我们刚刚完全免签的一个旁边的泰国啊，它现在开了一个缝儿，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看到这个缝儿是什么样的。它这不是合法生意吗？现在它是合法，但是有些证它还没那么要给它合法化的那种还达不到那个程度，因为他们种这个是它有分等级啊，它没有卖到医药这一方面。这个等级是怎么分的呀？它有2个品种，一种叫干掐和干冲。干冲那个的话呢，就是送给医院的。医院的那种是抽了什么感觉的？那种他们是拿去提炼变成油的，他们不抽。它现在都是种给抽的。那不种，那这不就不合法吗？对，它也不是完全合法。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就没有对外开放了。如果是2个月前来拍的话，是几百亩地的，全部种这个大麻。2个月前有几百亩地啊！但是现在前面他已经收了，只剩后面那因为天热啊。那他们是卖到哪呢？一般都会有中间的人，就是买这些大麻的人会来找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卖到哪他们也对，他们又从清迈又再卖到曼谷，卖到各个地方。这个就是大麻花。我操，这个味儿，操！对，就这个味。臭味儿。也不臭啊，这个叶子是不要的。这个味儿像臭鸡蛋的味儿。不是，你给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小伙伴来泰国旅游，见到这样的东西，它就是大麻，对吧？对，只要见到这样的，这样的是大麻，这样的就是大麻。对，这个就是大麻花了。这就是大麻花你看到旁边毛毛白白的这个，抽了会晕、会醉、会幻觉。像我们一般只要有这样的5批叶子，这个就是代表那一个店是卖大麻的。就是外面的店如果有这种叶子型，它就卖大麻的。是，只要走到这个5批叶子的这种商标的这种店里边，走进去都会有卖这个大麻花。OK。但大麻花的话，它又要看它的品种，它有好几种抽法，有些它把卷变成烟的，那种工具就不多，有些就是水烟那种抽的。其实在这边的话，欧美人抽的比较多，但泰国人的话不会在外边随便乱抽了。大麻这种东西，它看着像是农作物，但是它是一种过渡性的这个诱导性的东西。你可能当你接触了这个东西，你一旦碰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的快感的阈值就上升了。那很多人把持不住自己，会接着再往下坠落，可能就到什么冰毒就到就到这些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它为什么没有种在地里呢？土不一样，用的土不一样。你看当地的土壤也并不适合种这些。你看，大家来蹲下来看一下，来，你看从这看这一株一株的大麻，很有意思啊。他说是有多少几百亩地在种这个，但是他没有一株是种在土壤里的，它全都是这个一坨土包，一坨土包。这跟种烟草还不一样。这个像古巴呀，包括云南呀，它一些地方种烟草，因为这个土壤它适合种烟草。你看像现在这个东西，它就是纯粹是利益驱使。因为在泰国卖大麻的话，它是按克来卖有些从1克300株、500株、700到1000都有，根据它的品种。那像这么一坨，这一土包这么一坨，这种一坨最多能产得到250克。那像种植像这种的话，一般一株值多少钱？这种的话，像比如说在这里的话，销出去的市场大概
一克大概在100多200泰铢。啊，如果在清迈城里面那种卖的话，又差不多400-500、500-600，根据品种，不低于200，最多也不超过250克。OK，一颗的话可以算下来就大概是4到5万，4到5万泰铢。泰铢。哦，这多少钱啊？这是？刚开始合法的时候，1公斤大概40-50万，但是这个种植的时间它比较长，4个月，2个月养叶子，2个月养花，然后晾干的时候呢，也不能晒到太阳，晾干也是要差不多1到2个月，所以种这样的大马田也是要找专业专业会种植的，不是一般随便。所以医用是一个口子，这个口子之后，这个大家都闻风而至啊。据说这片地啊，在2-3个月之前就会有成百上千亩的全都是大麻，然后这些全都不是医药用的，他们全都被收了之后，这个四散到泰国各地啊，它就是让大家娱乐用的这种大麻了，这样去抽。其实当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这里离我们的西双版纳、离我们的芒市、离我们中国云南边境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我们的缉毒警、我们的缉毒人员他们的工作压力有多么的大，他们面对的这个任务有多么的艰巨。而且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很多年之前，在泰国持有大麻或者是贩卖大麻都是要面临刑责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呢，大麻去罪化了。说是医药用的大麻种植啊，有大概12亿美元的这个产业的规模，然后鼓励农民致富来做这些。但是这一道缝开了之后，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打着医药用的旗号的大麻种植跟销售很快就泛滥铺开了。今天是一道缝，到了明天可能就是一扇窗。它有专门它种植大麻的肥料和它的土。那这个土是从哪来的呢？也是等会要到室内那里去问问看我朋友。哦，好的。他自己种的话，他就更清楚。好的，好的。15来土地乘以2.4，就大概40亩。40亩地啊？大概40亩地种了2万棵左右。2万棵。一棵是多少钱来着？一棵如果是产价多少钱？一棵就大概2万，2万棵，那就是4亿泰铢。不到吧，400万。4亿，2万棵，一棵2万铢，这不就4亿吗？4亿，我操，一年4亿啊！3个月4亿啊，一年就12亿啊！但是热天现在他们就不种了。哦，那可远不止咱卫生部长说的一年12亿美元的产值。这个，那他一个月发多少钱？อันนี้มันปลูกมันไม่ได้ลงตลอดแต่ถ้า3เดือนมีประมาณ12。一个3个月算下来就120万了。给他120万。1200万呢。1200万，1200万，3个月给他1200万。มันออกหลังมาเป็นแบบเสรีไปแล้วอ่ะถ้าอยู่ๆจะเพิ่งฟิกไปอ่ะมัน因为他说泰国已经把这个大麻开发变成合法化了，要改的话也是很难的。OK。可以进去。你们自己家就是院里就种了？对。这个就小小的，这个是干掐。干掐的，干掐。对，这个就是大麻。它的干葱树跟大麻树差别不多，一模一样，但是它结果出来，我们要拿去量它的那个里边的 THC。对，里边的那些油啊，那些 THC 啊，那一些。它有2种，就是一个是 THC。就抽了幻觉啊，就是那个 THC。医疗用品的话，就是要测这个 CBD。CBD 是大部分是在干葱里面，THC 是大部分是在大麻里面。大麻里面。对。但是这种测的话呢，它2种都有 ，THC 也有 ，CBD 也有，只是说一般我们拿去抽的话是 THC 比较高。但是干葱那种的话，它 THC 也有，但是 THC 它比较少 ，CBD 比较高。那你这些其实不是药用的？
要用的，不是医药用的，not for medicine 的。不是卖到医疗哦方面，不到，我的是在家里小小的做，我们的ทำเป็นครัวเรือนแล้วก็工厂加工买那种小小就的那种是。自己种自己抽，或者卖给卖对给朋友啊这些。然后卖给朋友。对，卖朋友，然后他有普吉岛的有小店啊，清迈的小店那些会来跟我的大麻店的，吗对大麻店，小的大麻店来收。对，还来跟我拿这些。这个也是从去年开始变合法的是吧？对，从第一天变合法，我就把它种上来。这个厂早期它是种那个蘑菌子菇。哦，你原来是种蘑菇了。对，我种蘑菇，然后我的蘑菇被骗了被骗，我就换来种大麻。哦，这是申请的，因为申请这个只是说申请的过程，然后对现在在等他们批准。批准下来，不要整摘也可以呢，当时不可以卖卖，不可以加工卖卖，在家中摘咯，自己用有方法。但是卖出去有人也卖出去那个就是方法了。它限制年龄，不能就是说18岁以下的不能买。对。18岁以下不能买对，但可以来你家抽。想要偶尔一次两次可以。这些是要卖到普吉岛去的吗？就卖清迈啊，普吉岛，我的朋友的那些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麻的叶子花的旁边的那些叶子叶子把它修下来，抽就抽这个，抽它的花。没有，它是抽这个，抽这个。但是它要把旁边把它修。这个是还没修过的，但是这个是晾干的。修好就是这些。可以拿。这个没修过的。就这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记住这个样子。这个味儿，晾干的味道更重。我去。对。所以真的就是。咱们来泰国旅游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这种东西啊，看清楚，这个东西它就是大麻，是毒品。你这个是卖多少钱？这个吗？这个一克120铢，大概人民币就是60块吧。没有，24块钱。24。这个只是在这里，如果在清迈了又翻倍。对，到店里面的话大概要300到400。所以这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对。哇，这好1%-2%的利润啊！对。就看这一棵，它的母树，就看这一棵。我们是不需要它的下面这一边。所以就是你是最早是这一棵母树，然后培育出来这些啊？对。那你这一棵母树成本多少钱？一颗2500，很小。然后你自己一点点养起来。对，我觉得它的感觉，每一颗都不一样。不好的话就是你抽多了以后，你的这个脾气会暴躁，不顺心，脾气就爆得很快会诱导人接着吸更厉害的毒品。我碰到过很多人吧，就是用大麻这些，大部分他们都拿这些大麻来接这些毒品，这些麻药啊，这些黑罗伊啊、4号啊，这些白粉。因为之前的话是大麻，它还没有流行，然后还没有开放，要找到大麻的话很难。以前的话，大麻不好找，那些冰毒啊、毒品啊、海洛因啊、大烟啊、白粉啊，那些以前是好找。就是因为都是在泰缅边界。对，就是我们云南村这一些，它都是泰缅边界，它都很多这些东西。那在你看来，你觉得如果大麻变得合法了后面再想吸冰毒，就是再找冰毒，是不是也会变得容易一些？它现在的话，在泰国的话，毒品它都有很多，想要找什么都可以啊，因为你有钱，你什么都可以做真的这个我们泰国报的这些新闻就是偷毒，从缅甸偷毒到泰国这边，很多毒品所以感觉抽了那种就是不会喜欢抽上这种。
抽了这个的人去抽那个，不喜欢，感觉是不一样。对，他才刚出家还俗的，对，前2个月。你是出来多久家？8夜9天吧。那你为啥是要出家呢？为了爸爸妈妈哦回报。那你会觉得出家一次对你的人生或者你看人生或者看生活的态度会有变化吗？会看得比还没有当和尚之前还会看得比较正能量，会更有更多一点。就是大麻比蘑菇挣钱。对，我是很认同上一代那个政党的推广的这个路线，他是说要用18岁以下的不可以抽，不准在人群里面抽，要走着抽。这泰国有多魔幻呢？就是除了这个毒品之外啊，这带大家来这朋友家找点好玩的东西。哇，就这么挂在墙上。哇！您这枪都是您的？这枪，真的吗？不是啊，他问是爸爸那个。哦，我的才一支，那是我儿子的，他哥的。我哥上面这个。说这个多少钱一支？这些改装过的都好几十万了。泰铢啊？嗯。哦，这种呢？这种是改装，这个是配这个手枪的。哦。咱可以打哪个？都可以打。都可以打。打这把啊，这就是泰国萨瓦迪卡。哇，好沉啊，这个。啊，这玩意儿别腰上其实挺沉的，能把裤子都坠上了。啊，好了。阿柱，像你在泰国拎着枪在马路上走，会被大家注意吗？会啊。会啊。会，但是这里一下下。哦。然后在其他地方就不可以了。在城里不行。对啊。哦。合法的，因为要有取枪证和背枪证的，在泰国你要背出去外边是要。哦，要有背枪证。对，像在泰国的话，如果是国家单位人员，像比如说副村长、村长这些就有持枪证。背枪证的话，他们只能在这个区可以背枪。但是如果从这一个区到另外一个省，就不能背了。哦，就是说，他这个持枪证是分区域的。对。哦，明白。是有2个证还是1个证？2个证。2个证，一个是持枪，一个是背枪。对，以前的话，随便哪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去申请这个背枪证，但现在不可以了。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其他城市的也是一样这样的法律。那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好久了，从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就开始了。哦，就是说那就是比较久远了。对。所以泰国控枪是这么控的。是，泰国也有就黑枪啊什么这种，就是没有证的这种枪。那种的话就是地下卖。多少钱？那种。像泰国做那些气泡枪啊，拿来改装变成放真子弹的也很多，也几万块钱都有。泰铢啊？对。好的，上车吧，啊。哦，2枪。您为啥买这枪？为啥买这枪？就是我防贼嘛。防贼啊？如果贼进我家，我就打。您信佛吗？我信亮。你信啥？OK。我说，您信佛吗？信。佛教啊。对。信佛教泰国是微笑之国。对。这个你装进去，它就出了。
哦，在上滩。如果手力好的话，它就直接就上滩了。手力不好的话，它就是这样，先来这样，又后上滩。这个它就很松了。明白了。好。你试看喏。好。我上滩了。再下来。你的手再下来一点。这个散掉一点。上去了。好的。还有。这个不见了。打飞了。还有。它也差不多了。最后一个。我们要去抓人，我们这个枪我们就这样背。金霞你好啊。什么啊？跟他讲啊。他性情他就放松掉了。到那时候我们就这个枪一拉出来就是不要动。抓这个爱捆傻的人。坤沙后来是自己不干了是吧？哎呀，干输我们了。干输你们了。我们的弹药，我们到那个蒙宾，到蒙宾那边去拉那个弹药来。那个时候是捆傻的阵地就是在那个上面了。我们的车这样过去，他们看这个包包啊，就这包包就是这个包包啊。我们的车队这个双炮车，往前都是子弹炮弹、地雷他们那边看到我们了，他们不敢打我们。为啥？他们怕我们。我们去拉那个老兵。老兵都是华人。老虎民族。拉祜族啊？拉祜族云南的吗？拉祜族吗？对，他们来跟我们合作。来跟你们合作。去打昆沙。您原来算是泰国的军队吗？我们是佤邦。你们是佤邦。你是佤邦。然后你现在是泰国人。现在泰国人。以前也是从云南来那样。也是。我的家乡是在湖南。你家乡湖南他是湖南的。哎呀，现在遇到老乡啊。您原来是新四军。我父亲。您父亲是新四军的。对。在那。那边的就是从湖南那边这种打出来的。您今年高寿？我64、65了。当这个佤族兵，我25岁我就当了。我年轻的时候是，比你帅现在也比我帅。手枪M16传令兵要什么不用去拿，叫他们去拿。现在是什么？狗熊啊！英雄。您抽大麻吗？您抽大麻吗？我不抽。不抽。我这些东西我很少。就是喝酒。现在也不了，酒我也少喝了。那您怎么看这个？原来是打击毒品，现在有大麻又可以合法种植，您觉得这事儿矛盾吗？哎呀，这我就搞不清楚了。这个在台政府，以前是大麻都不可以嘛。现在是大麻他不抓掉了。对。他就是来抓这个药子。那个冰。马车环呐。以前是
给马吃的提神干马芒。OK， 现在人把它改造变成人吃化学的东西。OK， 那个吃掉就是不想睡觉。啊，那个马舌黄现在不行，那个就属于毒品了。都是它可能就是说马舌黄是冰毒和马舌黄是在排第一。第一，啊，海洛因什么这些。啊。大麻的话是最低的，最低层。那您觉得，如果现在大麻放开了，后面这些是不是放开跟不放开差别已经不大了？这个是，懂了。其实我们今天走访的这些地方提到了相关的法案呀，还有法律啊，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太一样。这个它也确实是现在客观存在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当提到大麻的时候呢，其实有2个非常关键的元素，一个叫 THC， 就是4氢大麻酚，这个东西呢，它是主要是在人体里，它是让人产生幻觉或者让人兴奋的。还有一个概念呢，叫 CBD， 就是大麻2酚。这个元素呢，是让大麻一旦被人吸了之后，是可以让人镇静的。这基本上是用于医用的。在2022年以后啊，泰国把大麻去罪后之后，它里面提到的只是说大麻的就是 THC 4氢大麻酚不超过0.2%就可以合法使用。但是啊，像我们刚才看的大麻地里种的那种干掐，它基本上 THC 的含量都远超0.2%，而且没有一个明确标准的去执行和监管的方式。从泰国颁布了这个法案之后，其实具体的细则一直没有明确。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看相关的信息的时候， BBC 说按照泰国的规定，家里单独种植不能超过15株啊，商业用途必须注册，必须用于医用。那么这些信息我们在法条里没有看到，在相关的信息里呢，每家去问的时候，各个说法都不一样。这也是泰国的一个现状吧。毕竟这个国家啊，从1932年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以来，到现在为止，92年了。泰国人民一共有20部宪法，20部宪法，92年20部宪法，所以，并不奇怪啊，只能说，法律跟法规啊，在相关的推进过程中，它是需要有更严格、更科学的规范和细化的。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只有在泰国北部是这样啊，也不是说只有华人或者怎样去种大麻。现在整个泰国都是这个趋势。根据泰国商会大学的一个统计，2022年的官方公布的数据，泰国现在有7573来大麻地，一来是2.4亩，2022年的数据，那到现在为止其实远超这个数据，而且它是在以几何倍的速度在增长。对，哎，阿朱啊，我倒有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你泰国啊，这咱看这种大片的大麻地，这种公司什么股份规模的。大股东都是谁呀？是泰国人吗？泰国人，都是泰国人。对，像在这边的话，几乎都是泰国人。但是如果曼谷那边可能会有欧美人那些。到曼谷那边有欧美人这边，这边主要是泰国人。哦，对，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路向南呀，一路向南，我们干到清迈去，我们看看城里是什么情况。我们从热水塘村啊开车2个半小时就能到清迈。清迈是泰国的第2大城市，大家非常喜欢的旅游城市。这个城市已经有787年的历史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古迹，有寺庙啊，然后是一个特别适合发呆的地方，可以漫步，可以咖啡馆，各种各样，很多中国游客都喜欢来这儿。但是到这个市区之后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宁曼路啊，这是它相当于淮海路了，市中心很繁华的地方，像这种连锁的大麻店啊，比比皆是。我们这儿就带大家去找一家啊，这个当地的大麻店，我们进去看看是什么样，然后我们也可以去详细的关注和了解一下。那大麻的法案在
第2大城市的商业区啊，最繁华的地方执行的到底怎么样？所以这是一家专门卖大麻饮品是吧？对，卖 Go Green 就是狗绿。 Grow Green 啊，哦，这写着呢，20岁那啥，对，要20岁以上才可以。OK， 好的卡，瓦迪卡皮，哦，这些都是往饮料里加的吗？这个是抽的。哦，就他也卖抽，对，然后他也卖饮料，对，然后又卖调酒，大麻调酒。那像这种饮料，它是把大麻加进去的吗？เครื่องดื่ม ใบคั้นสดกับเป็นชามะนาวคือแคนาบิส CBD 它的 CBD 差不多7%左右而已。那如果外国游客进来，他们会提醒外国游客这是大麻制品吗？ อ๋อพอดีทางลูกค้าเขาจะมีข้อมูลแนะนำคือเขามาคือใช่เพื่อสู่หัวกินสาครับ 哦 ，OK， 所以这些也都是大麻饮品啊。 อันนี้เป็นกาแฟ coffee 哦 ，OK， 那我要一杯冰美式。 ได้ครับ 就是70年代的时候，大麻在美国也属于1类违禁品，就跟海洛因、可卡因是一样1类管制的。但在那边现在也能抽啊，新西兰啊，但是别人说不能卖啊。就觉得世界变了哦。 ท็อปสุดจะเป็น The Wall เนี่ยใช่ 这个 แบบชาวต่างชาติเขาหากันเยอะมากใช่ 这个是欧美人选这个比较多，好像他要买。我们来看看这个柜子啊，你看它这边这摆的这都是他说的可以药用的，然后大麻油这些的。然后它这现在这个是储值，是吧？这是储值的意思吧？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套餐啊就比如说这个600一克，买满3克1800，打折是1500。啊，狗绿 promotion 啊 promotion 啊对。然后它这个柜子上放了3个牌儿，这个牌儿它分别就是其实是销售烟、销售酒类和销售医用大麻制品的许可。那它下面这柜子里我们看到还有这种 ，Hello， can I see this？ 这个 OK， 全都是大麻的制品的。这是啥呀？大麻软糖。软糖对。所以我们如果来这边旅游，一定要注意一个标识，就是这样的这个标识，所有带这种标识的全部都是含大麻的制品。因为其实在这边现在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饼干，大家如果撕开给你，你可能完全不知道。然后包括一些饮料，还有咖啡，你必须要问清楚。当然，我觉得可能在泰国不会有像我们在金三角那么夸张，说下周就开始往里面加罂粟壳，可能这就没那么夸张。但是在这边，你一定要及时注意辨认这种标志。像这些里面 THC 的含量都超过0.2%吧？ ครับ 对。那这个是不是跟卫生部规定的那个是不一致的？ ใช่อันนี้คือเราอย่าโปรโมทไม่ได้แบบเก็บวางโชว์ไม่ได้อย่างเงี้ย 这个一般不会对外卖，因为一般卖的话，它都要标 THC 多少。那这些 THC 不也比0.2高吗？ ใช่ดอกนี่มันเกินหมดเลยTHC ดอกพวกนี้มัน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20 อัพหมดเลย 那这个它不对外卖，卖我多少钱100ครับบราวนี่คุกกี้100 ？100。ใช่ 哦，所以其实泰国的这个法律没有特别细的执行的规则，对吧？所以大家就先干上再说。 ใช่ครับก่อนให้ว่ากันถ้าผิดมาก็เก็บ 如果错的话就收起来就可以。 OK，谢谢。 行。 ครับ 比如说他这说他不能给20岁以下的人销售，对吧？但是你看，像我长这么年轻的，我进去他也没有问我有没有超过20岁，所以其实他也不会明确的去问，因为他知道一般抽这个大麻的话，小朋友没有钱来到这种店来买，因为他一克他就是400-500。这 OK 个是按照我们在这边卖的因为小朋友抽的话，可能就是说便宜的那种室外种植的那种。那不是那像如果要是小孩要买，或者是未成年人要买的话，他怎么来规避这个监管呢？像这个网站里边，这些就可以买。这啥呀？大这是？麻网站就哪一家店的这个网站。就是这个狗绿的这个官方网站。对，官方。那你在网站上下单，它是不用看年龄的是吧？不看年龄的，直接发信息问，然后他就会送大麻品种过来给看。然后呢？然后是直接是用外卖的方式吗？
对外卖的方式。哦。海底 TAC 24%。OK， 所以就是，小孩如果要买的话，其实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他也不会看是不是到20岁，然后他偷偷买了抽就行了。是。其实现在他管得不严了，谁都可以买得到，只是说来这样的店，一般的话呢，小朋友他不会来。没钱啊。对，一般开这种店，主要不是做本地人的生意，主要是做外国人的生意，所以像刚刚一直进来买的这些都是欧美人、欧洲人。所以从这个大麻店出来，隔壁啊就是清迈地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了。所以其实走出来之后，心情还是很复杂的。因为一方面是，咱们不要觉得这当地有那么多大麻的东西，看着好像很普遍，所有人都可以碰一样。咱们是中国公民，你持中国护照，你在这个地方碰的所有的大麻的制品都是违法的。而且，这个东西你不要觉得它没有事儿，你碰了之后它都会有成瘾性，而且都会在你的身体里留下痕迹。理论上讲，你的毛发可以检查出半年之内你碰过的所有的毒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这个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另外一点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控毒防毒，尤其是我们云南还有边境线上这些边境的缉毒警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其实，我觉得就是。泰国现在其实他正在说，在今年年底之前要推行新的法案，然后要防止毒品的，就是要防止大麻的娱乐化。但是是否能执行，到底能成什么样，谁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泰国的这关系到泰国和周边这些国家的社会治理水平和经济水平。咱们为啥说“一带一路”呢？这“一带一路”啊，它不单单是说带着大家发展经济，你周边这些国家经济、社会治理水平、科技水平上来了。大家才能共同面对这些复杂的国际问题。你这个就像毒品这东西，你说你今天，你考虑到什么经济效益，考虑到这个选票，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你给它开了一个缝，第二天就成一扇窗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泰国大保健啊，这一集就结束了。后面带着大家继续在泰国转转，有意料之内的，也有意料之外的。就这么着，拜拜。